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Celine。纳米比亚的最后一集 Vlog 让你们久等了。我跟 Birdy、Yannick 在纳米比亚的公路旅行冒险，先去了最经典的死亡谷沙漠，到海边沙丘飙沙看夕阳，去德国小镇大买一波，再到有超帅巨石的露营区生火看星星，住了高级饭店，又去了沙漠里寻找大象，真的是什么都玩到了。终于我们来到旅程的最后一段，准备出发纳米比亚最有名的 Etosha National Park， 开着我们的帅车自驾找动物。但在到草原旅行之前，先让我来跟你们开箱一个我们3个人公认整段纳米比亚旅行最喜欢的一个露营区。Mama Africa, thank you, Mama Africa。好的，大家，我呢不小心又遇到了一个不得不拍的状况。你说来到这个 campsite， 你看到这个风景，怎么可能？你又觉得有可能不拍吗？怎么 gotta be kidding me？ 还说你是 travel vlogger， 这个不拍，一定要拍啊！不拍，因为我们来到了一个我们应该是目前整趟觉得最好的 campsite 吧。最棒的露营区，肯定，没什么好我说的。们什么都还没开始就觉得是最棒，没什么好说的。What the fuck？ 没什么好说的，整片非洲草原就在我们面前。其实我们现在在的位置离我们白天看大象的地方，其实才开20分钟，是很近的。我们前面住的露营区啊，它的景色都比较像是一片荒野。我们面前呢，你们看是有草，然后有一点一点的灌木，后面有树有山，然后整片的天空，然后后面是像这样子的巨石。然后那边也是有大山，这个地方叫做 Moani Campsite， 然后整个地方都非常值得跟大家介绍。来，我们可以请德国人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营区的设施吗？当然没有问题。来，欢迎来到我们家，我是非常开心你们来我们这里啊。我们家其实长得这个样子，非常的帅。我们今天我停了车子，我看到这个风景，我自己快崩溃了。但是这边喝个啤酒，然后这边是烤肉，我看到这里我就哇！你往左边傻笑，好，你往左边看就是这片风景。我们这边是有一个小帐篷，所以如果是早上大出太阳，或是如果真的有下雨的话，这边还可以吃。而且我们桌椅根本不用拿出来耶，没错，它直接有。还没结束，好会介绍哎，你是专业的 YouTuber 吧？琉璃台，先琉璃台，琉璃台，对。厕所。来到厕所。哇，这个，我靠，这个是巴厘岛的厕所吧？我靠，厕所它光还会这样子洒下来，很像那种巴厘岛的 villa 里面会做的给你那种 nature 的厕所。对，所以我在洗澡就可以自拍。哇等一下，sorry， 自喊 cut， 随便跟我剪辑师讲话。很少就是有自己的浴室，对，洗澡自己的厕所，而且在我们正旁边。平常就是我们上一个露营区，自己也要开出去一整段路20分钟才会有，就是遇到洗澡跟厕所。这是我们在纳米比亚遇到的第2个。这个120帧，然后放一点浪漫的音乐，然后看你要怎么搞。我听到了。哦，你听到了？对啊，你们白痴讲的。没有这个真的 YouTuber 哎，这个感觉，这个 vibe 就是有很多废话可以讲。如果人家觉得我要弄枪，你可以下面留言跟我说。可以。要收钱吗？收钱啊？你要钱吗？你现在在讲中文吗？有点听不懂中文啊。你不是台湾人对不对？他们好吵哦。你哪里人？旅行的时候，你真的要相信直觉哎。原本的计划就是在 Damara Land 这边休息1个晚上，然后我们想要去北边看一个 village， 然后最后再去东边看动物，然后回去。然后我昨天晚上睡前我就觉得好累哦，就是我如果隔天还要再开4-5个小时的车去到很北的地方，然后我就突然萌生一个想法，想说，我印象中的 Damara Land 这边也有不错的露营区，然后查了一下，我就查到这一间，跟你们分享一下。我觉得目前玩到现在，我觉得纳米比亚的正确玩法就是，你绝对不要贪心。去很多地方，你绝对不要赶时间。然后我现在觉得我非常的庆幸，我做了要在 Damara Land 多留1个晚上的决定，否则现在这个时间我就是在赶路。因为纳米比亚真的是一个超级大的国家，你真的不可能玩完。那再来就是
它每个点其实都真的很有特色，你真的需要花时间好好细细慢慢的享受。如果你每天都要换地方，你等于你每个地方都是下午3、4点才到，然后夕阳结束，然后隔天中午就走，你完全没有休息到。总而言之，如果你有来 Namibia road trip 的话，你一定绝对要把这个露营区存起来。导演，可以再帮我们解释一次为什么车子要停在这里吗？因为夕阳在那边，然后我们想要这一片场景。通常我们面光拍或是背光拍都不好看，背光拍的话就会是剪影。这样子就是完全的背光，这样子就是顺光，而且我会很刺眼，就没有层次，而且你眼睛张不开。正确拍法是这样子哦。对，这样就会有亮有暗。对，有亮有暗，然后我又不用直视的阳光。学到很多。谢谢，这个真的是可以免费学的东西吗？在讲可以哦，Celine 的频道都可以。好厉害哦！这一次呢，其实偷了很多 Birdy 的招，然后有一些分享在我的 IG 上，有一些分享在我的影片里面。大家真的要去 follow 他，他真的是一个超级有才说呢，Yannick 站在那边做饭，非常的赏心悦目。Birdy 现在要去加入他，赏心悦目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就是非常好看，就是看你做菜心情很好，大家会很开心的。我是希望大家会很开心的，因为每天开心真的才很重要。你真的是戏很多哎。露营就是要吃 pasta， 在超市可以卖面1欧，你买那种 pasta 酱1欧，就是2个晚餐就是2欧。便宜的。那3个晚餐是几欧？哦，其实我是数学高中的时候失败了。你是哪里人啊？你是哪里人啊？你是德国人啊？你们认真吗？在这么漂亮的环境里面。好吃饭。那你们说得出你们现在最喜欢哪一天吗？我最喜欢的 moment 是昨天晚上，因为我觉得那是唯一我们跟人有比较多接触的。然后还有 Sonia 的那个跟 Sonia 聊天的那个。对，我觉得今天的喜欢的点是因为这个地方很预期之外，是这种在计划之外的事情，然后但是突然给你一个大惊喜。这个地方是我们去很多露营区最好的，有可能最好的。然后今天那个大象也是原本找了半天，然后一直以为只有那2只站在那边不动的，你原本觉得没希望，然后突然就找到了。我真觉得今天很棒，今天很棒。今天早上真的是超级幸福，我7点自己醒来看到哇，日出太漂亮了吧！我每次日出都是抱持一个我有醒来就拍的想法，因为其实每天这样子真的很累，但是你醒来看到这个，你真的是忍不住。来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非常扯的露营区公共区，你敢信吗？它还有一个水池，可以让你泡水，超级扯。这真的是我目前住过最屌的营区。Yes, here, please enjoy your latte. I hope it's to your liking. 这边呢，基本上就是一个荒野中的饭店，只是我们刚好睡的是露营车而已，什么都有。那就跟你们说，这里的 WiFi 超级强，我们昨天就是要工作、要干嘛、要开会的都很方便。今天要开比较久的车，开4个小时左右，就会到纳米比亚这边，大家都会去看动物的地方，叫做 Etosha。我当时候查到这个 Moani Campsite 的时候啊，很多 review 就写说很后悔只留了1天的时间，然后我现在也有相同的感觉。这一区我在查行程的时候啊，感觉不是每个人都会来的地方，因为有些人时间有限嘛。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一区是真的非常非常特别，不管是沙漠找大象的行程，或是像这样的营区。所以我个人是建议，如果你在想要不要省略这里的话，千万不要。各位大家要去 Etosha， 你们要记得大家。观众完全看不懂我在干什么。跟大家说一分享一下，我刚刚在这条路呢，我用这台 A1 就是试飞了，就是让它自己跟着车，差不多车速40左右这个。
know this ain't nothing new. So body so worked up at this party. I didn't know. 我们终于到下一站了，没错，辛苦司机了，开了4个小时。没关系，这个是一块小蛋糕。OK， 准备要进入我们在纳米比亚最后一个景点，也就是纳米比亚算是最有名的，就是看野生动物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呢叫做 Etosha National Park， 原本应该是要更早到的，但是今天发生了一些事情 delay 了。过了这个门之后呢，因为他们要就是预防一些疾病，所以带进去的肉一定要在里面煮完才能出去，我们不能带任何的生肉出去。他刚刚说呢，不可以带塑胶袋进去，对，是要检查一下，是一个非常严格控管里面的生态的地方。This one， 这个关口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多，因为他们说呢，空拍机是绝对不可以带进去的，所以我现在要把空拍机寄放在这里。总之呢，我们刚刚是顺利的度过了我们的Etosha的关口了。然后这里呢，sunset过后是不可以开车的 ，which 就是现在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赶快飙去我们的营区。Etosha 这边呢，听说动物是蛮容易可以找到的，所以比较多人会直接自驾。所以我们这次呢，会在这里直接待2个晚上。Birdy， 你太黑了，我画面里面完全看不到你。因为他是白人啊。大小，这样可以吗？是零。白人怎么了吗？他确实是白人，没有错啊。You're white. I'm yellow. 他们两个只要看到相机，就会变得非常的有戏耶。请问到底看到了什么？我明天接近日出的时间呢，会再过来这个水池再看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动物出现。因为清晨跟傍晚是这些动物最喜欢来喝水的时间。然后我网络上找到的照片呢，这边其实就是这个水池，其实会有蛮多大象啊、斑马之类的。晚安喽，明天再过来看一眼。大家早安。刚刚呢，我其实有再去一下旁边的水池看了一下，还是没犀牛。对，其实我先在出发前跟大家就是讲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来的纳米比亚其实算是他们的雨季。那纳米比亚的 Etosha 这边最有名的就是它有很多个水池，都有很多动物聚集，所以你会看到就是一次10几只斑马啊、大象啊，就聚集在一起喝水。但是这件事情在雨季会比较少发生，因为这个时候到处都有一些水可以喝。不过没关系，就是这个时候的 Etosha 还是有动物，只是它们就会藏在草原里面，就是要找的比较辛苦。然后网络上呢，我其实有找到一个像这样子的路线，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是在一个Etosha这个很大的水池的旁边，然后呢，这里旁边有很多小小的胖。这个地图上其实有跟你讲说，就是这边有各个水池的名字跟位置，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就是照着这个路线，然后看到那些水池就停下。那我们今天会看到些什么呢？其实我们现在考谁？我们考 Mother Nature。他是把我们昨天那个大象的向导讲的话再讲一次。Big Five 的内容是非洲狮、非洲象、非洲水牛、非洲豹跟黑犀牛。哦，对，都没看到。我们才刚开始呢。那是犀牛，你不要吃那么久，你赶快抬头。Hippo。Hippo 是河马。向导，请问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什么动物呢 Excuse me，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白色的犀牛啊？请问那是你找的吗？你们大家记得就是到时候给我一个5颗星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给我5颗星。这个啊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个就是非洲的动物大迁徙的时候，会一整群从坦桑尼亚移到肯亚再移回去的。你学一下鸵鸟怎么走路。对，他们吃饭的速度很可爱。我们找到一个
纳米比亚版本的天空之镜，拍给你们看。现在呢，直接拿对面那台车来做示范。如果现在高高的角度的话，其实也蛮好看的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我就是蹲低，现在就会变成像是天空之镜一样的倒影。你的车子是直接有2台的，所以你们看他们现在在那边。其实我从对面拍他们的车子是更好看的，但是他们如果自己在自己的车子那边就拍不到这样子的倒影。结果这支奈米比亚的 vlog 变成一支摄影的教学，可以啊，非常的赚，大家在舍令的频道才能看得到这种教学，很棒。Celine's way is the right way。哇，这么有面子吗？1块蛋糕。报警！报警！报警！你有拍到吗？报警！报警！假车祸！假车祸！这个赔不了，我跟你讲了。我跟你讲哦，我现在开走，你们2个就在沙漠里。不要，我要上车。对，刚刚的状况是呢，动物非常的零星，所以我们反而在拍自己的车子。好的，我们决定下午要来定行程了，因为这个时间点的动物真的有点难找。Do you think the driver can find an animal for us? Yes. But no guarantee. I know. 然后我们现在住的这个 campsite 呢，叫做哈拉里。然后昨天晚上住的是在另外一个 campsite， 就是大家通常玩这个国家公园的玩法，就是每天会住在不同的 campsite， 你就可以慢慢的玩不同区，就不会很累这样子。然后他说，这张豹的照片是在这里拍的。我们今天下午呢是3个小时，然后一个人是650纳米比亚币，大约是1000多台币，会带我们去这里大概3个小时左右。我们早上问了刚刚的人啊，就是说他们早上有参加 morning tour， 然后就有看到 lion， 对，所以希望这个 guide 可以带我们看到一些酷动物。This is our guide today, Boygi. So we are going to achieve our animals, and I won't guarantee anything as well. It's up to the nature and pure luck, right? 发现跟你说的话一模一样。是不是？那里呢有一群长颈鹿在吃东西，他们说这季节的草原太高了，所以他们就算在那边其实很难拍到。看到吗？超级不明显，在那边头抬起来了，看到一只很近的犀牛。哇哦！我们看到狮子了，被那个呢就是它吃完的食物。晚上就会有其他动物来把这些他们吃剩的东西吃掉。就是第一次真实看到在自然环境，我觉得真的很酷。像我们那时候那个大象看到，很帅很漂亮，然后这个看起来真的是很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但是我觉得有点不一样，我觉得蛮酷。我目前的感觉起来呢，是肯亚的 Safari 好玩非常的多。但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季节的关系啦，就是现在是前面都有解释过嘛，因为现在是雨季的关系，所以动物都躲在很里面。就算有找到，其实你也拍不太到，因为那些草都很高，它就会挡住。这次其实来这边，我做了一件我上次在草原没有做的事情，就是在草原上发呆。对啊，坐在车上发呆一整天，完全不同感觉。因为我上次在肯亚的时候，都一直在爆拍，就是没有放松到的感觉。爆开，我就觉得纳米比亚很适合大家来放松放空。对，就算没有真的看到什么，我觉得这里的环境也会让你变得很自在。刚刚才讲完，要来享受我在纳米比亚的倒数第2个晚上，然后给你们看看我现在多享受。大暴雨、淹水，好好玩哦！还好这一切是到我们已经到了营区才发生的，但是这个听起来像是那种台湾的午后雷阵雨，一下下就会结束。跟大家分享一个雨过天晴的惊喜，突
而且那个超级大的彩虹，不觉得有点感动吗？我好像人生第一次看到一个这么完整的彩虹，超级大哎！ It feels unreal。你看这个夕阳，这个彩虹，这个 camping， 而且是要经过刚刚那样子的大雨，才有这样子的风景的。人生就是这样子。我呢，突然觉得我需要一些些的 me time， 我就自己来看一下，这边的水坑。刚刚看到那个彩虹的那一刻，真的超级感动。然后现在夕阳一直持续的在我左边。那我觉得这几天啊，虽然说玩得很开心，但是因为一直都是在一个吵吵闹闹的气氛，所以我比较就是没有说太多心里的感觉，因为有朋友在旁边，我其实会不好意思。天哪，我就知道我的直觉告诉我一定要来看一下这个水坑。Oh my god！ 哇，我真的看傻眼了。我其实来这一趟之前呢，其实有点紧张，因为我其实之前跟他们2个人都是在工作室里面碰面，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都看到我的影片，觉得我的影片很好看，然后就是他们也会说哇，好想跟蛇令出来玩之类的。然后其实我主要是安排这个行程的人，然后我就一直担心东担心西的，担心我自己行程安排的不好，担心来这边下雨怎么办。担心大家玩得不开心，对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给我自己很多压力。后来想想，我发现呢，每一次的旅程其实都是抱着这么多不确定出发的。然后我这次来，其实也给自己一些蛮大的压力，就是我想要拍一支我自己频道的介绍的影片。就是我觉得拍摄上压力是还蛮大的，然后一度有想说，我还是不是长片不要记录那么多，因为我感觉我一直在拖大家的行程。但我看着今天的夕阳，我就很开心，自己还是有记录这一切。很希望有人真的看了影片之后，会想要出发纳米比亚。我就会觉得我拍这些东西都是值得的。Cheers！ 辛苦了这一趟辛苦了。这是我们在纳米比亚的倒数第2个晚上，因为我们明天还要洗车，还有我们还要很崩溃的。还要整理车。今天呢，因为 Yannick 贪玩， Excuse me， 贪玩，他把车开到水里。And you know what？ 但很开心。 No regrets， 我会再一次。Yeah, it's fun, it's fun。然后整台车都是泥巴。我现在很难想想，现在是最后一个晚上睡在帐篷里啊。我们也可以在都市打开车顶这样睡路边，你敢不敢而已啊？我是觉得我觉得在首都睡路边很阴啊。我这一次来纳米比亚最大的感觉是，因为以前没来过非洲，都会觉得非洲好危险，好危险哦。而其实你离开首都，你到这些野外 ，people are so friendly， 他们是每个都超级好。路上加油站看你的车门坏掉，帮你修，不用也没有跟你要钱，然后跟你聊天干嘛的。其实人都超级好的。我们这一趟唯一弄丢的东西就只有我的脚架，不到10公尺，他不拿回去车上放，他就是要放在桌上。没有啦，那时候我是我们3个之中，就是玩非洲经验比较多的人。然后我就有一种我有这个 responsibility， 这个责任 make it happen， 就是让它很好玩。然后我就觉得我担心我安排的不好，跟我担心你们会失望。不会啊，应该是没有吧 ？So good， 完全没有。我觉得蛇令就是每天会，我们就是身体行动，就是我们就是可能轮流开车干嘛干嘛，然后可是帐篷起来啊，对，然后早去哪里，通常都是蛇令，我们都听蛇令，我们都听蛇令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去哪里好不好？他们超靠北的，其实我才讲他好话，说我们靠北。我出发前大概1个礼拜左右，我有贴一个大概的行程会长什么样子。没有人看，没有人看，给人都问说，所以我们明天要干嘛？没有了，因为司令安排的这么好，我们也不用担心，我们就跟着司令走就好了。那我要先讲一下，因为我跟Yannick我们2个人的旅行模式就是，因
为我们太常就到处流浪了，所以我们到后来旅行其实是不安排行程的，机票订了去了再说的那一种人。因为我觉得非洲很多地方，比方说有些地方是有入园的时间的限制。对。像我们第一天去那个枯木，就是你其实住里面跟住外面差别就差很多。对像我们就不知道。对，这些一些细节，所以我才觉得是安排的很好。Celine在 OK 没有问题，我们 OK。我大概也是这样想，可以放啥也没带，可以放弃了。很开心，大家玩得开心。对。你们有觉得哪一个行程最好玩？我很喜欢海边那一天，沙丘的那一天。Oh my god！ 那我觉得那是我人生这辈子数一数二看过最美的海岸线。然后我觉得它不是只是因为那个景美，是因为跟你旅行的人的心情跟那个时间点一切搭配起来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的又是淡季，一个人独享那边的夕阳跟沙丘，然后沙丘上因为没有人，所以都没有脚印。然后你就会觉得 ，Damn bro， this is。然后你不管拍哪个角度都不用避掉任何，因为没有人，很像是一个我们的秘境，可是你的秘境很辽阔。我觉得我这整趟最印象深刻的 moment 好像是刚刚的那个彩虹。就我回想到我们第一天行李弄丢，然后乱七八糟，然后我们都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到底行程可不可以照样走。我们这一整趟旅程就很像刚刚的那个彩虹一样。没有那个大雨，就不会有那个漂亮的彩虹。但没有那个弄丢行李，我觉得我们整趟的印象不会这么的深刻。有行李的那个，我们怎么 handle 这个？我觉得我们很棒。可能我们太常被弄丢行李，所以我们真的是超级不客气。哦，就衣服跟鞋子还好，我们相机都背在身上。了不起，今天不要换衣服。但是我的背包如果不见，我可能会很惊哦。我因为大家都在，电脑跟相机是我们 creator 最重要的。会要去一些转机比较多次的地方，自己都要做好心理准备，有可能行李会弄丢。所以重要的东西一定不能不见的，尽量带身上，不要影响你的旅程，就是先出发再说。那剩下的，因为那个是可有可无的嘛，你就是路上买，或是等航空公司回复，你也不用急着一定要找到，或者是很不开心，因为你都来了，然后你还不开心，这样太浪费时间。其实我们应该都有一点点小遗憾，就是感觉有地方没有去，或者哪里可以待更久。但是我们其实都觉得没有关系，因为这里一定是我们会再回来的地方。对，回来拍 MV。对，我要回来拍 MV。带小孩来。先有女朋友再说。先这个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看的那个日落。哦，我知道，我们开车。车子停在一个山谷上，因为我们拿到行李的那一天，因为这个是很莫名其妙一个日落。如果行李没有不见的话，我们不会那时候在这个位置，然后那时候看到这个日落。这整趟去我不知道会分成几集，但是肯定不止，我觉得至少3、4集。大家要全部看完，每一天都非常非常精彩，而且不止 YouTube 影片哦。其实我们这趟呢，其实生成了非常多的短影音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去 follow 我们。3个人，是不是有人看我频道看那么久还没follow我的 IG， 在这边，他们俩的 IG 在这边。你不觉得长得这么大，然后还可以交到可以这样子一起旅行的朋友很难得？我觉得很棒，很特别，我觉得很棒。这一趟结束之后，应该都一致确认会有下一趟吧？对，一定要啊！对，我们这个组合太强了。请大家留言，就是下次希望看到我们3个人去哪里 ，We will make it happen. Let's do it. Cheers. Cheers. Cheers.狮子 ！Oh my god! Yannick, you are the best guy ever. 你吃素哦。你看，它就在我们的车窗的过去哎。吃草就是素食的狮子，跟大家介绍一下。这是什么？你不要乱介绍。这个是我们今天很大的惊喜。Kenny is the best guy ever 哎。这是我们的专业。找到很少。自己找到感觉其实好像比我们昨天看到的还要开心。可是我们找到的是吃草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是大约要再开2个小时左右，就会到这整个国家公园的入口。然后其实，我们今天早上开出去的感觉啊，是觉得雨季的这个草原其实真的还蛮漂亮的。你们看，后面就是都是这种绿的树。其实这个草原是很生气蓬勃的，只是他们可能真的在比较远的地方。顺便再补充一件事情啊，就是虽然说雨季有点难看到动物，但是其实这个季节呢，对于动物来说是非常幸福的季节，因为你就想象
雨水很少的时候，他们只能够待在很特定的地方喝水跟吃东西，粮食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，就是我们人类所谓的饥荒，竞争很激烈之外呢，你其实也很容易被大型的动物捕食，所以其实干季的时候那些动物是超级可怜的，不然他们为什么要待在一个离人类那么近的地方喝水？对，但雨季的时候，你就是想象他们其实是在这个很辽阔的草原，就是超级幸福的生活着。对，所以我想一想就觉得，在这个时间点来也还不错。就跟你们分享一下，就是我的感觉。超多大象，超多大象过马路，大象 ，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我看我们前面大概有10只大象。我的天啊！在吵架吗？对，在吵架。我们现在正在要离开这个园区的路上，真的是已经抱着要离开这个园区的心情了。然后我们突然面前就经过他妈超过10只的大象 family。你们是不是真的在吵架？哎，看他们真的在吵架哎！天哪！你们不要吵架啦！这是他出声音吗？对，他刚刚是有大象的叫声吗？对。他好像真的很气耶！我跟你们说，草原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你在找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它就是不给你；你没有期望的时候，全部都出现了，跟我在肯亚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。Mother Nature。妈妈 Africa。妈妈 Africa，Thank you， 妈妈 Africa。这是我们的妈妈。对 ，Everything is possible here。OK， 我整趟的感觉，我相信也不用我再多说，这边真的是什么都有，又安全，然后车路超级方便，然后我们首先去了超级有名的有枯木的沙漠，然后又去了大型的海边沙丘，又去了超级帅气的巨石露营区，又看了沙漠中的大象，最后又来了这个草原，就是短短10几天，真的发生了好多事情，跟去了好多地方。我是真心的推荐，我觉得纳米比亚真的非常的适合来旅行。我觉得可以说是我目前去过的非洲国家中最就是 traveler friendly 的地方。对，我其实非常的意外，因为纳米比亚这4个字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好像很落后，但是这次的感觉就是又方便又舒服，然后哇，到处都可以刷信用卡，然后又超级无敌漂亮，非常真心的推荐大家可以至少安排2个礼拜来纳米比亚来一场公路旅行。我跟你们说，你绝对不会后悔这个决定。OK， 那最后就是大家都知道的，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帮一个喜欢，然后可以把影片分享给所有喜欢旅行的朋友，然后记得要订阅不只是旅行跟 Birdy 还有 Yannick 的 IG， 然后可以留言告诉我们，下次希望我们3个人一起再去哪里旅行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，拜拜。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叫做 Rain Street Lounge and Bar， 它同时是一间 bar， 又是一个洗车场。我人生中呢，真的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组合，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记录给你们看。洗车1个小时，我们就也不用没事干，就直接上去吃东西、喝东西、抽水烟，然后还有夕阳可以看。总之呢，大家记得，如果你有来纳米比亚，就是自驾旅行的话，最后一天可以来这边洗车，而且我们刚刚就是请他洗车内跟车外，总共加起来才300台币。这一区是我们自己的区域，这边完全就是一个运动酒吧的情境。顺便给大家看我们在洗车场吃什么：牛排、肉盘、汉堡，请所有人都把这里当做你在纳米比亚的最后一站，懂吗？我真的不拍了，我明天要回家了，大家再见。我觉得洗车场配上酒吧餐厅很有搞头不用做我们的 next business 吧？来啊！说定了。好。Next business 超莫名其妙的结尾，大家拜拜。哦，哎，对了，
最后提醒一件事情啊，关于这趟纳米比亚的旅行呢，我们3个会在一起拍一支攻略，比较有条理的方式跟大家说来纳米比亚需要注意的所有事情。所以影片理论上可能会在下周或下下周上线，如果我没有懒惰的话，大家记得看哦，拜拜。摄影师的脚就是这样 ，Oh my god！我们现在的车子乱七八糟，记得要洗澡，拜托。不要，我要是反向。